第56章驱散。什么情况？达尼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见的画面，这并没有让他感觉震撼，反倒莫名惊悚，就像喝醉以后跳进装满冰块的水桶里，从脚底到头顶都渗入了刺骨的凉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诡异？达尼兹吸了口气，强迫自己扭回脑袋，追向格尔曼斯帕罗的背影。他发现这位疯狂的冒险家越走越快，以至于自己必须小步快跑才能跟上。穿透街道，走过巷子，达尼兹忽然看见树上掉下来一道青绿色的影子。啪！他覆盖着鳞片，扭动着滑腻的身躯，顶着三角形的脑袋，吐着细长猩红的芯子，竟是条不短的毒蛇。狗屎！这个季节这种天气怎么会有蛇出没？达尼兹并不怕这种生物，甚至还烤过蛇肉吃。让他受到刺激的是这反常的情况。绕过那条原地盘缠的毒蛇，达尼兹下意识望向左右，发现两侧的排水沟里，房屋破损的墙角中，表面生锈的自来水管道内侧，有一双双冰冷的、竖直的、不同颜色的瞳孔望向外面。达尼兹本能打了个寒战，只觉头皮似乎被人用密密麻麻的细针扎了一遍。他不敢再停留，也不敢离去，再次加快速度，紧紧跟在格尔曼斯帕罗的身后。进入蔚蓝之风旅馆，沿着木质楼梯往上时，他忍不住抬头，想要询问一句。突然，他胸口一闷，呼吸为之滞涩了一下。这一刻，他就像潜入了海底，正被沉重的水流从四面八方挤压。哗啦！隐隐约约间，达尼兹听到了潮水奔涌的声音，看见格尔曼斯帕罗的四周荡起虚幻层叠的波光，仿佛生成了一片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蔚蓝海洋。那海洋之中，有一道巨大的、青蓝的身影，如同高塔，支起了一切。达尼兹的右脚停在了半空，竟踩不下去。类似的感觉，他并不陌生。上次海盗大会时，五海之王纳斯特比这更加威严，更加恐怖，几乎所有海盗都抬不起脑袋，只将军级的强者才能勉强对抗。达尼兹很清楚，这绝不是格尔曼斯帕罗本身的表现。如果对方处在了那个半神半人的层次，狩猎钢铁麦维提时，根本不需要引入代发者。海洋、潮水，达尼兹脑海内先是飞快闪过了这两个名词，旋即又联想到了反抗军基本信仰海神卡维图瓦的事情。难道格尔曼斯帕罗刚才触摸那把古剑时，由于未知的因素遭受了海神的诅咒？那具完全缺失了水分的信徒尸体就是诅咒发动的条件之一。刚才的车夫跪拜匍匐，亲吻地面，是因为感受到了海神的气息。格尔曼斯帕罗今天恐怕会死在这里，我要不要逃远一点，免得受到波及？最多之后回来给他收尸，也许还有救。我用降临仪式请教下船长，他懂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秘术，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不，主啊，降临仪式的条件是500海里以内，他们还得航行至少1天半才能进入这个范围。竭力思索办法中，达尼兹不再那么恐慌，踏实脚步跟着格尔曼斯帕罗进入了那间豪华套房。克莱恩依旧没有说话，深棕的眼眸似乎染上了浓郁到近乎黑色的蔚蓝。他直奔卧室，咔嚓一声反锁住了房门。达尼兹立在外面，一会儿想跑，一会儿觉得还能抢救下对方。卧室之内，克莱恩闭上眼睛，等待着契机。忽然，他逆走了4步，每一步都伴随着一句诵念。他的耳畔迅速响起了一阵阵或躁狂或尖锐的呓语，灵体虚幻往上，直入灰雾。无声无息间，他听见了一道凄厉痛苦、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嚎叫。克莱恩出现在了古老的宫殿内，出现在了斑驳长桌的最上首。下方安静不动的灰雾里，呈现出了一条虚幻的、巨大的青蓝色海蛇。它置身于一片古老灰暗的遗迹内，盘绕在半岛的支柱上，狰狞的头部扬起，血腥的巨口张开，露出一根根比人类小臂还要长的弯曲尖牙。乳白色的尖牙上，血色层叠，粘液流淌。这条海蛇疯狂甩动着尾巴，掀起了恐怖的海浪，荡起了夸张的涟漪，让整座遗迹摇摇晃晃，似要坍塌。这画面飞快破碎，飞快暗淡，无论那巨大到超乎想象的海蛇如何挣扎，也难以扭转，只能痛苦长嘶着化为一点点光芒，泯灭于灰雾之中。克莱恩坐在属于愚者的高背椅上，静静注视着这一切，许久没有额外动作。灰雾悄无声息地蔓延着，
这里的场景似乎亘古未变。过了几十秒，克莱恩后靠住椅背，轻叹一声，吐出了对方的名字：海神卡维图瓦。触碰到那把古剑后，他已然感受到了异常，并在和光头卡拉特的对话中，敏锐发现一股细小微弱但本质极高的阴冷邪异力量不知什么时候侵入了自己的体内，正缓慢地污染着自身的灵魂。克莱恩当机立断，掉头就走，然后察觉到那邪异的力量在与周围产生关联，逐渐强壮，一点点连通某个位置所在。所以他一边分心对抗那种侵蚀，一边控制自己不与周围交互。克莱恩相信，只要自己对途中的异常做出反应，侵蚀就将更加剧烈，甚至无法逆转。他原本想的是就近找个盥洗室，借助灰雾的屏蔽与隔绝，消融掉那邪异阴冷的力量，但考虑再三后，还是决定远离那片区域再说，因为周围的海神信徒非常多，极有可能造成意外。这个过程里，克莱恩又把握到了一点，那就是如果自己提前驱除，海神卡维图瓦投射来的力量会有部分残余于血肉内，后果与影响未知。他不得不耐心等待起契机，等待着那阴冷邪异的力量彻底渗透入自己的灵，以便一举净化。回味了下整件事情，克莱恩手指轻敲桌缘，低声自语道：并不强啊，海神的位格比他想象的要低不少。他原本的打算是用招待阿蒙分身的那一套来对付试图侵蚀自己灵魂、抢占自己身体的海神卡维图瓦投影，结果还没融入黑皇帝牌，未丢出纸天使，对方就直接被灰雾给驱散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据此，克莱恩得出结论，海神卡维图瓦的位格要低于毒神者阿蒙，虽然后者可能更擅长侵入，但当时只是一个分身，是被风暴之主锤到位格掉落，还是本身就不到天使阶，只是较强大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回应信徒的半神。克莱恩疑惑回忆，发现海神卡维图瓦的状态很不正常，这邪灵的存在基础相当脆弱，似乎随时会崩坏瓦解，而且他和他置身的那片遗迹有与灵界交融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当初躲过了风暴教会的围剿，克莱恩往后靠住椅背，隐约间有了个猜测。今天的事情不是偶然，都源于考古学家拉蒂西亚拿走了被遗忘神庙内的某件重要物品，导致苟延残喘的海神卡维图瓦情况一下恶化，难以再长期维持自身的存在。他一边让信徒寻回那件物品，一边为附身存活做着准备。那把古剑应该就源于他的半神之躯，隐藏着他投射过来的一点力量，只要目标合适，就会侵入触碰者体内，污染灵魂，建立坐标，让本身的灵在消散前转移过来。但是他明显不擅长这方面的事情，他不是水银之蛇，没法自我循环，转世重来，也不像毒神者阿蒙，可以寄居于别人灵魂内，真要占据了这具身体，只会导致血肉彻底崩溃，制造出一个恐怖的怪物。按照这个逻辑发展，濒临彻底陨落的卡维图瓦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疯狂举动。克莱恩微皱眉头，不再耽搁，坠入灰雾，返回了现实世界。他解除反锁，拉开房门，进入客厅，吓了来回踱步的达尼兹一跳。达尼兹上下审视了几眼，谨慎又戒备的问道：你没问题吧？克莱恩维持着格尔曼斯帕罗的人设，平静回答道：解决了，解决了。达尼兹左看右看，又眺望了卧室一眼，怀疑自己之前的感受全是幻觉，根本没什么海神的诅咒。他在卧室里做了什么？才1-2分钟就解除了海神的诅咒？这家伙秘密不小啊。达尼兹倒退2步，让开了道路。摆放着不少杂物的桌子旁，坐在铁轮椅上的光头卡拉特一脸遗憾的对纹身男埃德蒙顿道：真是可惜啊，只差一点。他没有拿起，仅仅碰了一下埃德蒙顿，同样叹息。卡拉特望着那略显弯曲的古剑，狂热自语道：当有外来者拿起这把圣剑，神将重现于大地。埃德蒙顿随之跪了下来，似乎在对神灵告解。时间1分1秒过去，卡拉特和埃德蒙顿突然听到了2声惨叫。他们抬头望去，发现有2位同伴直直栽倒，皮肤如同风化的岩石，失去了所有的水分。卡拉特和埃德蒙顿对视了一眼，感受到了某种异样的氛围。2人同时直起身体，看向了桌子。那把乳白色的圣剑咔嚓一声裂开了，碎成了无数小块。第57章深夜的行动。当有外来者拿起这把圣剑，神将重现于大地，可如果圣剑碎了呢？
这样的两句话回荡于卡拉特和埃德蒙顿脑海内，完全触及了他们的知识盲区。有那么几十秒钟，他们看着碎裂的圣剑，表情呆滞，说不出话来。他们无法相信，只在傍晚被外来者碰了一下的圣剑，竟这么突然就破碎了。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着什么？两人不敢深想，仿佛回到了当初。那个时候，反抗军的一个隐秘据点被鲁温军方发现，毫无征兆的遭遇了扫荡。两人的父辈全部死在了那场屠杀里，女性亲属被掳走，贩卖到了不同的地方。在收到噩耗前，卡拉特和埃德蒙顿的心情就像此时一样，沉淀、慌乱、期待和不安混杂成了强烈的压抑。回丛林，找大祭司，弄清楚原因。也许这是神给我们的最新启示。卡拉特转动轮椅，沉声说道。埃德蒙顿当即站起身，对剩余的手下道：你们继续寻找那几个亵渎者，但不要留在这里。还有，吩咐外面的信众，最近不要举行任何仪式，甚至不要祈祷。事情出现始料未及的变化，让他格外警惕。拜亚姆，海浪教堂所在的街道角落里，达尼兹拿着一叠对折的白纸，有点紧张，有点担忧，又有点不解的侧头问道：你是说，把它们分别贴在这条街的不同地方，最后是海浪教堂的大门？他很害怕教堂大门突然打开，冲出群挥舞拳头的牧师和主教，不问自己张贴布告的缘由，直接发动攻击。克莱恩保持着冷峻的状态道：是的，他原本的打算是将海神卡维图瓦的事情转交给倒吊人先生，由他提醒风暴教会，但考虑到对方手里还握着班西港的秘密，甚至可能已经交了出去，短时间内再来个重要情报，很容易引人怀疑，所以最终决定还是自己来。至于办法，很简单，在待罚者门口贴几张布告，让他们溢出来就能看见。这个计划在执行中出了点小小的问题，那就是克莱恩分辨不出海浪教堂周围哪个店铺哪家公司是待罚者的对外身份，只好让达尼兹辛苦一点，将显眼的地方都贴一遍，包括但不限于海浪教堂的正门。我之前就应该直接跑掉的，我为什么会想着这家伙算是救过我的命？或许是因为换做别的强大冒险家，我已经变成了金棒。不，谁能想到这疯子那么轻松就解决了海神的诅咒，逃跑说不定会更惨。达尼兹在心里哀叹了两句，展开了那叠白纸，随意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拉蒂西亚、多瑞拉等人进入西米姆岛的海神遗迹后离开，受到反抗军的追捕。同时，卡拉特等反抗军在出售一把略显弯曲的奇异古剑。海神卡维图瓦的形体濒临崩溃，精神状态极为疯狂。达尼兹愣了2秒，下意识望了格尔曼斯帕罗一眼。前面我都能理解，可为什么会出现海神卡维图瓦形体濒临崩溃、精神状态极为疯狂等描述？格尔曼斯帕罗怎么知道的？他在解决海神诅咒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他又是怎么解决海神诅咒的？他背后那个组织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更加可怕。难道是类同极光会那种，侍奉着一位真正的神灵？达尼兹越想越是胆战心惊。他最早听说极光会源于一次海上的劫掠，当时他第一次看见船长出现凝重的表情，之后陆续被教导了一些所谓的神秘世界常识。克莱恩用没有情绪起伏的目光回应了达尼兹的视线。那则布告里，他摒除了自己的主观猜测，仅描述可以肯定的那些事情，务求不干扰风暴教会高层的判断。其中，拉蒂西亚等人取走某件重要物品的内容被删掉，失落的神庙改成了更宽泛、更有包容性的海神遗迹。卡拉特等人在察觉海神之事出了意外后，明显会放弃的据点也略去未提。达尼兹猛地收回了目光，不敢再看。船长说过，知道别人的秘密越多，越危险。他想了下，担忧说道：这样贴到教堂的正门，肯定会引来风暴教会的极大关注。他们会不会发现是我做的？克莱恩简洁地给出了答案。会。达尼兹强行挤出笑容道：那我不是很危险？克莱恩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表情，平静回答道：你原本就是被悬赏的海盗，难道你认为现在就可以大摇大摆行走于拜亚姆的主要街道上？克莱恩在心里腹诽了一句。也是啊，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抓我，悬赏我。不，这有点问题。达尼兹脱口而出道：可我的赏金会提高。克莱恩看着他，没有说话，只是一点点咧开了嘴角。这个瞬间，达尼兹仿佛听到了一句反问：这难道不是好事？驴踢的好事，
达尼兹干笑了2声，拿着那叠布告，趁夜深风急，将它们张贴在了海浪教堂附近街道的显眼处，真像个贴小广告的。单手插兜的克莱恩远远看着，在心里评价了一句，他旋即感叹道：有个助手真不错，至少不用自己去做这么吊位格的事情。换做廷根或贝克兰德那会，如果有类似的事情，画面太美不敢想。达尼兹最后来到海浪教堂外面，将布告贴在了正门上，然后握起拳头，咚咚敲门。做完这一切，他扭头就跑，似乎背后已有10个带法者狂奔而出。克莱恩不敢怠慢，边抽出纸人，抖腕甩开，让他燃成灰烬，边快步往另一条街道转移。经过最近几次的接触，他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带法者们的风格，不敢有丝毫大意。直至远离海浪教堂，两人才放缓脚步，恢复正常的行走速度。达尼兹体质不错，此时依然脸不红气不喘。他略感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不直接写信投到警察局，或者扔进总督府？不等克莱恩回答，他已然明悟，也是，下层的警察和总督府办事人员都是本地人，很可能会同情反抗军，甚至本身就是隐藏的海神信徒。说话间，两人拐过了街角，看见前方有一栋占地面积极广的红色建筑，里面灯火通明，音乐引传，门口人来人往，马车交替，毫无深夜的感觉。哈，既然走到这里来了，达尼兹怔了1秒后，浮现出男人都懂的笑容。红剧场，理论知识丰富的克莱恩一下恍然。达尼兹嘿嘿笑道：这是整个苏尼亚海域最出名的地方之一，有神秘风情的拜朗女孩，有热情火辣的费内波特女郎，有开放诱人的英蒂斯少女，有高大健美的福萨克姑娘，有保守文静的鲁恩女士，有温柔驯服的本地人。这家伙懂不少啊，经常来。克莱恩扫了烈焰一眼，什么话都没说。达尼兹莫名有了种被看穿的感觉，顿时尴尬笑道：这都是海盗们吹牛时说的，我只来过几次。以前是没什么钱，只能找一般的，而且主要在迷雾海那边，后来加入了黄金梦想号。难怪，虽然冰山中将的手下待遇不错，时常能分得宝藏，但要在拜亚姆攒下好几栋房屋，也是相当困难的。比起一般的海盗，这家伙至少懂得节制，知道存钱。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想着。达尼兹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岔开道：在拜亚姆有很多战奸女郎，尤其那里，他指着远处道，有海盗曾经做过尝试，随便敲开一家人的门，拿出金钱，请求和女主人来一次，结果10家里面有3到4家同意。如果是你这种标准的鲁恩长相，那几乎不会有人拒绝，只会悄悄藏起自家女儿，不让你发现。呵呵。每年卢恩的海军在这里都会犯下多起杀人案、强奸少女案，不比海盗们好多少，但他们只会被驱逐回国，顶多交一点罚款。克莱恩安静听着，脑海内突地回想起了傍晚时那群围在水池边祈祷的海神信徒，回想起了他们狂热又麻木的脸庞。贝克兰德、奥德拉家族的别墅内，主动暴露了一定问题的埃姆林怀特有些紧张地跟随卡西米进入地下区域，再次来到那个停放着黑铁色官旧的徽式大厅内。尊敬的尼拜斯大人，您为何召见我？埃姆林虽然已经在心里预演过类似的场景几10遍，但依旧无法彻底消除内心的紧绷和忐忑。这样的状态里，他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从戏剧学的角度讲，自己扮演的角色此时就应该暗藏担忧和害怕，不需要特别的伪装。我做得很好。埃姆林忽然镇定了不少，沉厚苍老的声音从布满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的官旧内传出。为了褒奖你，为了始祖，你冒险向愚者祈求，虽然未获得回应，但依旧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这是必须褒奖的行为。这里有一张7000镑的成对汇票，是给予你的奖励。之前因为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没及时给你，现在也不算迟。同时，你必须时刻注意自身，不能放松，出现什么异常立刻告诉卡西米，真的给我送钱了。埃姆林差点忘记合拢嘴巴。第58章压制。直到离开奥德拉家地下区域，埃姆林怀特还有些迷幻，不敢相信这么轻松就拿到了7000镑奖励。那张汇票握在他的手里，轻飘飘的没什么重量，但却让他体会到了现实的荒诞。倒吊人的办法真的管用。尼拜斯大人没有揭穿我，惩罚我，反而给了我丰厚的奖励，而这仅仅是为了假装不知道，鼓励我继续尝试，以便暗中观察，
血族的心思也是这么复杂吗？埃姆林一阵恍惚，一阵感叹。很快，他收敛住发散的想法，将注意力移回了那7000磅奖励上。调配成魔药，我就快成为男爵了。血族男爵埃姆林怀特大人。埃姆林眼睛骤亮，脚步都轻快了不少。在血族内部，如果没有长辈馈赠，举行相应的仪式，出生在什么位阶，就会固定于什么位阶，几乎没可能靠自己靠时间提升。和埃姆林年龄相仿的那些血族们，除了运气极为不错，家族先祖寿命接近极限，不得不通过仪式赐予后辈力量的，绝大部分都还停留在成年这个概念里，几十年内没有获得爵位的可能。埃姆林的父亲和母亲活了那么多年，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成为男爵，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走出大门时，埃姆林忍不住看了眼身旁的卡西米奥德拉，这位曾活跃于罗塞尔时期的年长血族，到现在为止也只不过是一位男爵，而我即将达到这个位阶，总有一天我要成为尼拜斯大人那样的血族侯爵，不，公爵，甚至亲王，只有这样才担负得起血族救主的责任。男爵一物也就4000多磅，还能剩不少钱，可以再买几个人偶，再为他们配些新衣服。埃姆林不自觉挺直了腰背，走得愈发昂扬。白银城、伯格家，戴里克点亮蜡烛，准备起献祭仪式。闪电频率多寡交替了好几次后，他终于等到了机会。他非常确信，首席此时此刻没法盯着自己，因为他带着伤势初步愈合的小男孩杰克和一支探索小队离开了白银城，寻找起对方从所谓的海边来到那座毁灭城邦的路线。没用多久，戴里克布置好一切，虔诚庄重的低声诵念起愚者先生的尊名。他非常熟练的、有条不紊的将魔术师小姐需要的食灵者喂带，倒吊人先生指定的非凡材料献祭给了灰雾之上的主宰。白银城坚实的城墙上多有缝隙，但填满了黑硬的泥土，上面长着一丛丛细密的杂草，在风中轻轻晃动，如同人类的头发。忽然，它们全部扬起，似乎想抓摄什么，但又毫无着力点的落了下来。清晨时分，海浪教堂，前来领取赏金的阿尔杰威尔逊从教区主教乔格里口中听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消息。摩斯苦修会的拉蒂西亚多瑞拉以考古学家这个身份为掩饰，进入了西米姆岛的丛林深处。他不知做了什么，导致遭受重创躲藏多年的海神卡维图瓦即将崩溃，发疯一样的寻找起延续本身存在的机会。传闻这自称海神的邪灵在很久以前罗斯德群岛被发现后，就遭2位枢机主教联合军方的强者借助相应的封印物品击败，只能勉强逃脱，隐藏起来。这样的情况维持了100多年，没有本质的变化。他怎么突然就快要崩溃，无法维持本身存在了？阿尔杰微皱眉头，想着最近有什么与以往不同的事情发生，摩斯苦修会故意制造的局面。可之前100多年里，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了配合自身另外的计划。推测与疑惑交替间，阿尔杰忽然察觉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最近与过去100多年最大最本质的不同是，世界来到了拜亚姆，愚者先生的眷者来到了罗斯德群岛。他出现于哪里，就表示哪个地方将有大事发生或酝酿。前有贝克兰德大雾霾，中间是班西港的异变，现在是海神卡维图瓦的濒死挣扎和摩斯苦修会的未知图谋。不，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哪个地方有大事酝酿或即将发生，愚者先生的眷者就会来到哪里。他们接受愚者先生的安排，追逐着那些隐秘组织、邪神天使的活动。思路一改，阿尔杰豁然开朗，觉得自己把握到了真相，不是世界到哪里，哪里就会出事，而是哪里即将出事，世界等眷者就会出现在哪里。这对愚者先生有什么好处？纯粹为了破坏敌对势力的图谋，还是这有利于他解除封印，透出更多的力量？阿尔杰按捺住疑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提交之前的某个情报。他右手握拳，抵住左胸，面露迟疑的说道：乔格里阁下，我在追查钢铁残余势力的过程中，听说了一个消息。什么？乔格里本打算安排这位主教级的船长到海上寻找反抗军的踪迹，却被对方强行打断，一时有些烦躁。阿尔杰回忆着说道：有人在聊天里提到了班西港，说那里出了变故，但梅迪奇家族的后裔隐藏得很好，没被发现。班西港变故？乔格里跨前一步追问道：他们还说了什么？
他们说教会有主教在那里堕落，其他就没有了。乔戈里阁下，梅迪奇家族是第4纪的黑暗家族吗？阿尔杰故意问道。乔戈里脸色一沉，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我会立刻汇报给考特曼阁下，这是指风暴教会枢机主教，罗斯德海域大主教，代法者高级执事，群岛超凡世界的真正统治者亚恩考特曼。乔戈里想了想，又问道，提到这件事情的人是谁？长什么样子？阿尔杰早有准备。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之后也没有再出现。我记得提及班西港和梅迪奇家族的是个外表普通的年轻男子，他脸庞瘦削，额头很宽，黑眼睛，黑头发，戴着单片的水晶眼镜。他似乎有注意到我在偷听，但并未生气，反而对我笑了笑。阿尔杰描述的正是毒神者阿蒙，他要让枢机主教们认为梅迪奇家族与班西港秘密的曝光源于天使之王间的争斗，这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理由的对象。他不会出来辩解什么，即使辩解了，也不会有谁相信，而对他的占卜明显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用非凡手段确认我的消息来源，会因为涉及愚者先生出现强力的被干扰迹象，无法得到准确答案。这从表现上看，可以等效为阿蒙做的。阿尔杰相当放心的想着。乔戈里轻轻点头道，你寻找下这些人，并追查反抗军的行踪。是，乔戈里阁下。阿尔杰一脸虔诚的回应，并握右拳击左胸。高空乌云层叠，天色昏暗到了极点，大雨磅礴而降，滴答落地，溅起阵阵白色的水雾。拜亚姆港口，蔚蓝的海水缓慢但坚决的上涨着，货船客轮摇摇晃晃，仿佛飘荡于半空的树叶。雨水不停，海平面逐渐逼近了堤岸，城市内多处积水，环境异常压抑。一位位狂热而麻木的本地人，穿着塔拉巴衫，披着破烂的夹克，一个接一个的来到悬崖边缘或堤坝之上，相继跳入了海中。他们的血肉和皮肤飞快失去着水分，落进海里时已变成了风化已久的干尸。一群人哭喊着抱住了一位走出基地的海军士兵，愤怒悲伤的用牙齿将他咬死，咬出了血肉模糊的惨状。大街之上处处混乱，哗啦轰，堤岸崩塌，不断高涨的海水涌入了拜亚姆城。克莱恩一下醒来，脑海里回荡的竟是刚才梦见的画面。对一位占卜家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启示。卡维图瓦这个海神找不到存活下去的办法，彻底放弃，完全疯狂，要制造暴雨，掀起海啸，淹没整个罗斯德群岛，拉无数人为他殉葬。而与此同时，他的信众们也做出了种种极端行为。我已经通知了风暴教会，他们应该来得及阻止。不，就算我不通知，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也能察觉到问题所在，从而做出应对。克莱恩翻身下床，穿好衣物，走出了卧室。他看见烈焰达尼兹立在窗边，眺望着外面。他看见云层低压，雨水连绵，仿佛永无止境。出现征兆了。克莱恩走到达尼兹旁边，同样看起外面压抑的天气，耳畔隐约听到了反常的潮水声。静默之中，半空忽然响起了一道极有爆炸力的雷声，铅色的云层飞快裂开，掉落的雨水失去了后源，码头方向一切恢复了正常。高空晨曦洒落，拜亚姆就仿佛沐浴在了圣光里。达尼兹嘶了一声，自言自语般道：亚恩考特曼改变了天气。亚恩考特曼，风暴教会那位枢机主教兼代法者高级执事，他压制了卡维图瓦的力量。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收回了视线。达尼兹松了口气道：我刚才还挺担心的，呵呵，害怕那个快崩溃的海神制造灾难。但这里有亚恩考特曼。他见格尔曼斯帕罗没有说话，又自顾自补充道：如果在海上，即使无海之王和神秘女王也赢不了他。船长说他是序列3的半神，魔药名称是海王。第59章访客，海王。听到亚恩考特曼的序列名称，克莱恩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却是风暴之主的完整尊名：空之王、海之皇、天灾君主、风暴之神。序列3是海王，序列0包含了海皇要素，还是挺对应的嘛。也不知道风暴途径的序列0叫什么。克莱恩再次望向窗外，只见天气虽然还略显阴沉，但晨曦已降，潮声退去，雨水彻底终止。他思绪拉回，从达尼兹透露的信息里分析起情况。魔药名称是海王，也就是说，相应的序列3半神
胜者得扮演海王，而所有扮演都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本身拥有需要的全部能力。身为海王，即使有范围限制，在自身掌控的海域，也肯定是强大的支配者，可以自由的行走于海底，可以肆意的掀起海啸，可以让海水上涨，可以支配海洋生物。在主场作战，他们绝对能力压同层次所有半神。五海之王和神秘女王也差不多在这个位阶，只是因消化程度不同，对力量的掌握不同，有一定的强弱区分。但不管怎么样，只要在海上，他们就很难赢海王。以海王表现出来的能力，配合大洋环境，如果没见识过永恒烈阳、真实造物主等真正的神灵，崇拜他、信仰他、向他祈祷，并不是什么太难理解的事情。许许多多原始崇拜里的神灵，也许都是这个位阶，大概率连天使都不是。不可直视神指的是真正的神灵。之前海神卡维图瓦并没有给我这种感觉，阿蒙的分身也没有。当然，无法确定天使之王的本体是否也有不可直视的属性。一个是濒临崩溃的，现在顶多也就序列3层次的海神，一个是状态良好且随时可以动用封印物的海王。胜负可想而知，亚恩考特曼绝对能一直压制卡维图瓦的疯狂，不让海水淹没拜亚姆，不让整个蓝山岛和上面的多座城市成为失落的海底遗迹。再等几天，卡维图瓦最后的疯狂过去，彻底崩解消散，事情也就解决了。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处理方案，不会带来任何恐慌的气氛，甚至这里大多数人都无法察觉异常。但这也有些问题，首先是不能有别的意外。拉蒂西亚这个考古学家不知在西米姆岛上做了什么，一手导演了海神的灭亡。他背后的摩斯苦修会或者要素黎明也许会趁机谋求些什么，这是最大的隐患。总督府军方那边在这里应该也有一位高序列强者，这是王国在中苏尼亚海域的殖民统治支点，事情不会太恶化。其次是那些狂热的信徒，当卡维图瓦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濒临死亡时，他们大概率会成为祭品，就像丰收时的秸秆，一丛又一丛倒下。不过这对风暴教会来说并不是太坏的发展，最为虔诚的异教徒随着他们的神灵一起死亡，能省去后续甄别处理的麻烦，不是那么虔诚的则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将来具备改造的可能。唯一的不足是，很长时间内罗斯德群岛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这样的问题虽然麻烦，但只要咬咬牙也是能解决的。所以风暴教会海王亚恩考特曼大概率会坐视不理。本地人聚集的区域中，贫民窟里面不知会有多少人因此死去。克莱恩的思绪突然被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和高空的轰鸣感打断，他本能抬头，看见几艘炮口外露、机枪伸出的深蓝涂装飞空艇驶过眼前，飞向不同的区域。而大街上，红外套、白裤子、黑皮靴的鲁温士兵扛着步枪，拖着火炮，排着整齐的队伍，一列又一列经过。紧张肃杀的氛围豁然扩张。这就是殖民地。克莱恩莫名感触，叹息自语。不知道教会多久能干掉那海蛇，找到他之前隐藏的地方，那里绝对是一个宝藏，有数不清的贵重物品。主职是宝藏猎人的达尼兹突然开口，有些期待，又有些遗憾。他的态度变得非常快，已经将海神降格成了海蛇，并用它来代称。教会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压制着，等待几天就能看见卡维图瓦陨落了。当然，风暴教会的人未必有这个耐心，尤其我听说亚恩考特曼的本质是代法者高级执事，只是群岛孤悬于海外，为了事权统一才兼职了枢机主教，行事风格也许更贴近代法者。卡维图瓦隐藏的地方，那遗迹几乎融入了灵界，想要找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否则他也无法苟延残喘到今天。想到这里，克莱恩忽然产生了个灵感，想找到卡维图瓦藏身的遗迹，从现实世界出发很困难，即使对方已经陨落，也不是1年半载能发现的，除非得到了更为准确的情报。但要是从灵界着手了，灵界更加无法定位，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就借助自己折叠的纸鹤表演过一次，具体该怎么做，我还是没有思路。但这不重要，我可以请教阿兹克先生，死神领域掌控着灵界的部分权柄，冥界或者说地狱就是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这位远古死神在灵界内开辟出来的。克莱恩念头一闪，掏出古老精致的铜哨，凑到嘴边吹了一口。他相信即使回到卧室
或进入盥洗室，信使那庞大的身躯也必然会被灵感不低的达尼兹发现，所以也就没避讳对方。达尼兹正在想象海神卡维图瓦的宝藏，忽然觉得脖子有些凉飕飕的，他心有所感，忙开启灵视，望向侧后方，只见一根根白骨从地板上喷出，往上抛飞，组成了一个脑袋虚幻穿透天花板的巨大骷髅。那骷髅微微低头，2点漆黑的火焰哪怕隔着天花板也能隐约看见。他庞大身躯带来的压迫感让达尼兹一下侧跃，半弓身体，于右掌掌心聚集起赤红的火焰。这什么怪物？达尼兹愕然望向格尔曼斯帕罗，只见他手握一枚铜哨，脑袋上抬，与骷髅怪物静静对视。克莱恩仰望着巨大的信使，巨大的信使俯视着他，双方似乎凝固在了那里。太急了，都还没写信，就把信使召唤出来了。我是让他原地等一等，还是先回去，等会再来？我现在是格尔曼斯帕罗，对，格尔曼斯帕罗。克莱恩什么也没说，淡漠收回视线，动作不快不慢地翻找出纸笔，刷刷刷开始写信。他大致描述了海神卡维图瓦的事情，但隐去了自己差点被附身，必须借助灰雾驱散的细节，将对方藏身的遗迹揉进了刚才的那场梦境。也许可以从灵界想办法，但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克莱恩折好纸张，转过头来，发现信使垂下的手掌不知什么时候已握了起来，他装作什么也没发现，将信丢了上去。信使静止了1秒，才摊开手掌接住了那封信，他的身躯豁然崩解，白骨哗啦啦落下，钻入了地板。这是什么？达尼兹终于发出了声音。克莱恩瞥了他一眼，平淡回答道：信使。达尼兹愣了愣，才明白对方的意思。这么庞大，这么可怕的怪物，竟然是送信的信使。格尔曼斯帕罗背后果然有个强大隐秘的组织。如果我有这么一个信使，船上所有人都会羡慕我，这真的太酷了。达尼兹畅想起回船吹牛并炫耀信使的场景，收起阿兹克铜哨，克莱恩找了张椅子坐下，准备等一会儿去享用早餐。过了一阵，他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达尼兹警惕过去，借助猫眼发现外面敲门的是戴船形帽的中年男子。爱尔兰，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达尼兹开门问道。来访者正是白玛瑙号的船长，公正的爱尔兰。眼角有些皱纹的爱尔兰望了眼房间里面，轻笑道：你们住进这间旅馆的时候，是用格尔曼斯帕罗的身份登记的，一查就能查到，因为这个身份还很正规很清白，而且在风暴教会眼里属于军方的人。克莱恩缓缓起身，对进入房间的爱尔兰道：有什么事情？爱尔兰指着外面道：拜亚姆出了点意外，但问题不大，军方联合教会正在做全城搜捕，那是几个实力不错的非凡者，名义上的考古学家。为了尽快找到目标，军方动用了所有资源，但相对这么大的城市来说依然不够，呵呵。他们相信你虽然来历不明，但对我们的态度很友善，希望你能帮忙排查，预防意外，事后会支付相应报酬的，这应该是你的功劳，夸大了我的友善程度。也就是说，继女神教会、蒸汽教会之后，我又能从军方领到钱了。克莱恩的感觉一时竟有些复杂。见他没立刻回答，爱尔兰补了一句：虽然不会有大问题，但早一点找到目标，就能早一点控制相应的灾难，而这或许就能多挽救几个人。克莱恩沉默了一下，轻轻点头。好，第60章戒严的拜亚姆。眼见格尔曼斯帕罗穿上外套，戴好帽子，提起了手杖，达尼兹才想起自己似乎被遗忘了。他咳了一声，在2道目光注视下道：我需要跟去吗？最好是不要，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只是聆听班西港，却遭遇了相当诡异的事件。昨晚带着格尔曼斯帕罗去拜访反抗军联络人，结果惹出了海神的诅咒，今天再跟着这疯子去排查拉蒂西亚那几个考古学家，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情。达尼兹低头瞄了眼还绑着夹板的左臂，只觉短短几天时间内，自己遇到的事情就胜过了以往几个月，甚至半年。你可以留在这里，但等下会有人来排查。爱尔兰呵呵笑了一声。有人来排查，然后大海盗烈焰落网，变成金棒。达尼兹眉头一皱，干笑道：除了拿悬赏，能从军方手里赚钱的机会不多，我非常乐意试一试。唯一的问题是，你们得等待几分钟，我做些伪装，船长先生。
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从而让你为难。如果不做伪装，我这大海盗跑去和军方教会一起行动，只会被当场摁倒，抓捕归案。达尼兹想象了一下自己被直接按翻，遭膝盖抵背，只能像鲶鱼一样挣扎的场景。爱尔兰回想了几秒，从衣物内侧口袋掏出个铁黑色的面具扔了过去，戴上它就行了，其余事情我会解释。没必要浪费时间做用处不大的伪装。克莱恩在心里评价了一句。他没有说话，拧动把手走出了房门。爱尔兰紧随其后，边戴铁面具边取外套的达尼兹匆匆忙忙追赶。来到多有积水不见路人的街上，克莱恩按了按帽子道：怎么找？爱尔兰笑笑道：分区域排查。我的非凡职业拥有一些特性，只要见过真人、照片或素描，就能牢牢记住目标的样子，获得超凡层面上的额外感应。我还能察觉不正常的因素，把握到不明显的痕迹，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相当有效的进行排查了。仲裁人途径的序列8治安官。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边走边问道：有他们的物品吗？昨晚达尼兹贴的布告上有附送拉蒂西亚的肖像画，这是克莱恩用仪式魔法自己向自己祈祷完成的。没有。爱尔兰摇了摇头，尚未掌握他们之前的行踪，能确认的情况是他们昨天下午3点左右才从西米姆岛返回，而2点之后没有客轮离港，今早因为天气原因也是只进不出，也就是说拉蒂西亚等人还没能坐船离开。克莱恩明白了爱尔兰的意思。达尼兹忽然嗤笑了一声，这什么也不能说明，或许他们昨天下午就已经离开拜亚姆，前往岛上其他城市。蓝山岛是罗斯德群岛第1大岛，面积很大，森林和矿产资源丰富，所以岛上还有许多城市，他们围绕肥沃的土地和储量惊人的矿藏建立。为了这些财富，鲁恩王国先是贿赂土著王公，继而武力强迫，最后直接成立总督府，以较为高效的方式开拓了连通各个城市的宽阔大道，并完成了几条重要的铁路，这是以组建相应铁路公司，在贝克兰德证券交易所卖出股份募集资金的形式推进的。当然，这些大工程伴随的是诸多本地人的死亡，险恶的施工环境，超限度的工作，近乎奴隶的待遇，相当微薄的薪水，让马路路基和铁道枕木下埋葬了一具又一具尸体。直到今天，大量本地人仍然仇视铁路，认为它吞噬了大量的人命，带来了数不清的苦难，是邪神恶魔的象征。爱尔兰侧头看了达尼兹一眼道：如果他们从陆地离开，那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为什么？达尼兹不解地反问道。很简单，那些道路穿过丛林，直接受到反抗军的威胁，而反抗军绝大多数都属于海神的信徒，所以导致卡维图瓦行将崩解的拉蒂西亚等人怎么敢晚上通过这些区域？如果他们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在西米姆岛海神遗迹内做的事情会导致何等严重的结局。这也就否定了摩斯苦修会或者要素黎明另有图谋的猜测。克莱恩控制住了摇头的冲动，跟着爱尔兰拐入另一条街道。爱尔兰也未解释什么，直接拿出一张布告递给格尔曼斯帕罗，主要目标就是上面这个女人，上面这个女人是我画的。克莱恩瞄了一眼，丢给了达尼兹。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侧面房屋内传出一阵激烈的打斗声。找到了？达尼兹问出了克莱恩想问的问题。应该不是。爱尔兰摇了下头，根据安排，发现主要目标后，第一反应是放出红色的烟花，只要出现这种情况，所有人都要向那个地方靠拢。如果遭遇的是其他通缉犯且属于本身无法对付的类型，则放橙色烟花，周围几个小组会赶去支援，若只是一般的海盗罪犯，自行处理。我们等等看，也许是来不及放烟花。他说话间，临街房屋的3层玻璃咔嚓一声破碎，一个巨熊般的壮汉跳了下来，速度极快，宛若猎豹的奔向远方。这时，巨大的阴影笼罩了他，哒哒哒的声音从高空传来。那壮汉的身体几乎被机枪子弹撕裂，没有反抗之力的倒在了街上，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一地。如果不是居民们被禁止出门，必然会有此起彼伏的尖叫响起。不知什么时候漂浮过来的飞空艇没有停顿的移开，转向别的位置。戈尔塔特达尼兹辨认出了死者是谁。见格尔曼斯帕罗侧头望来，他强行笑道：这是个海盗团的首领，福萨克人，赏金950镑。福萨克人果然都是蛮子嘛。
既然就这样在戒严的街道上奔跑，完全不知道防备头顶的袭击。也是，这些海盗刚醉生梦死了一晚，根本不知道连飞空艇都出动了。他要是规划下逃跑路线，未必躲不开空中机枪的扫射。克莱恩收回视线，目送那深蓝涂装的空中怪物飞过屋顶。达尼兹看见那位海盗的下场，分外庆幸自己跟出来了。爱尔兰见这边的警报解除，不再停留，领着克莱恩和达尼兹两人转向了自身将负责的区域。快步行走5-6分钟后，他们看见前方路口堆起了街垒，架起了枪支，摆好了火炮。一位位红衣服的鲁恩士兵沉默地守在那里。街垒另一侧，20-30具尸体凌乱倒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冲锋过来的队形。他们衣着破烂，脸庞干瘦，皆是本地人种。更远一点的地方，好几个年纪不大的土著小孩躲在墙角，安静畏缩地望着这边，望着幽深铁沉的枪口，眼珠乌黑，脸庞肮脏。克莱恩等人沉默了几秒，绕过了这个地方。贝克兰德、乔伍德区，福尔斯端起桌上的陶瓷水杯，感受到些许的滚烫。他凝聚精神，安静地等待起变化。热水的温度飞快降低，液体表面凝出了薄薄的冰层，杯子边缘则有白霜浮现。我是戏法大师了。福尔斯欣喜地闭了闭眼睛，收到食灵者未带的他，没有耽搁，当即调配魔药，完成了晋升，获得了不少威力较低的类法术能力。其中福尔斯最喜欢的是造物刮风闪光、冰冻、电击和让人脚下打滑的摔倒术。直到这一刻，他才觉得自己算是完整的非凡者，不再只会穿墙开门，不再必须依靠仪式魔法。临近中午，爱尔兰在克莱恩和达尼兹的辅助下，完成了大部分排查工作。先啃条面包，喝点水，再继续。他摘下船形帽，嘴唇发干的说道。克莱恩正要点头，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朵橙色的烟花腾上半空，绽放开来。爱尔兰几乎没有犹豫，当即戴上帽子，奔跑往那个方向。我先过去支援。橙色表示有无法对付的别的通缉犯。会是谁呢？达尼兹颇感兴趣的自语道。他改用高抬腿的姿势前行，务求战斗结束才抵达。然后他看见格尔曼斯帕罗扔下自己，紧随公正的爱尔兰而去。瞄了眼半空飞来的深蓝怪物，达尼兹干笑两声，猛地加快了脚步。2分多钟后，他们抵达了目标所在地，看见一栋有临街草坪的房屋外，倒着3-4位军方人员，他们皆脸色发青，身体颤动，似乎被丢进了结冰的湖水里。克莱恩越往那个方向走，越有种遭遇寒灾来到极地的感觉。很快，他发现房屋外面的沟渠里堆满了厚厚的白雪。就在这时，房屋内突然传出一阵女性的笑声，时高时低，时疯狂时诡异。哈哈哈，咯咯咯，哈哈哈，咯咯咯。达尼兹忍不住停下脚步，用右手摸了下起了层疙瘩的脖子。哐当一声，窗户打开，飞出了一具焦黑的人体。他重重落在地上，就像遭遇了火灾。克莱恩仅是瞄了一眼，就依靠灵性直觉辨认出这是跟随拉蒂西亚的3位男性冒险家之一。